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光阳推出全新性能电动机车 MIG9 之后，最近总算在高雄体验到这台外形非常具有科技感的帅车。这次体验除了在高雄市区骑乘之外，还搭了渡轮到旗津走走。虽然试车的时间不长，但有种回到大学骑车到处玩的感觉。另外，也直接在试车场感受这台车的直线加速性能。当然，还有跟最高动力输出同样是9K 瓦的 Gogoro Pulse 去比拼一下。只能说 MIG9 无论在动力、外形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款电动机车，甚至速度上还不输 RTS R165，这真的可能吗？接下来就分享这次的试骑体验给大家。这10年来，电动机车已经变得非常随处可见了。不过，因为台湾最大电动机车品牌 Gogoro， 他们在设计上都是走着圆润的独特风格哦，让大家感觉到，好像电动机车应该就长得像 Gogoro 才是电动机车。不过，光阳的设计就完全不走这样的风格哦，他们都是以更偏向传统燃油车的样貌，并且添加一些科技元素，还有竞技的风格，就像之前S7就是这样的设计。不过光阳董事长柯世峰提到，他觉得 S7虽然在动力规格上都非常的强大，但外形上少了一些旗舰款的味道，也少了一些独特性。而这次推出的 MIG9 应该就算是柯董心中他的理想的样貌。光阳 MIG9 的外形棱角分明，线条感十足，非常具有科技感，也带着一些霸气。从车灯跟下方的自然进气口再搭配上土厨还有斜板上面的堆叠，有种漫画家在呈现速度感时候的那些速度线条一样所有的切线都是由车灯中央往外发散，其实不用上路骑就有一种凶猛的感受。它后车灯的设计也非常特别，弓形的车灯搭配中央菱形的刹车灯，也带着好像要把刹车灯弹出去那种感觉，也有一种像在外面后面要喷火往前冲的感觉哦。那车侧跟座椅就都是用锋利的线条简单的几笔勾勒出科技感。整台车的设计我觉得非常有辨识度，也是光阳电动车款中我认为最帅的一款车哦。虽然说外形很凶猛，但车身呢，它蛮轻巧的哦。不含电池的重量是109公斤，含电池是130公斤，比起相同动力的 Gogoro Pulse 要少了7公斤哦。那车身的轴距跟长度也比 Pulse 要来短一些，不过坐垫部分其实算是蛮长的哦，所以它是可以轻松双载的，而且脚踏板设计也很宽，加上有着脚踏斜板的设计，骑乘起来相对舒适，所以我要去做长途旅行的话，也相对轻松一些哦。这是 MIG9 的座高，算是比较低的，大概只有75公分。搭配座椅的前面的一些切割其实让停车的时候脚可以比较用垂直的方式跟在地面上摆放。比起座椅前端比较宽的机种它可以更轻松的踩在地板上，所以这个安全感部分就会更好一些哦。那对了，置物空间真的是 MIG9 的一大卖点虽然说它是以运动竞技走向的设计但还是设计了2个可以放入700cc 手摇椅的超大手套箱哦。在行李箱部分甚至可以放入全罩安全帽，也是不成问题的哦。启动的方式是用卡片来做感应，靠近左边的手套箱感应区就可以发动，也能用手机的 App 去绑定当成钥匙。不过这是没有附上 Keyless 的钥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小缺点之一哦。另外一个小缺点就是并没有附上全彩的显示器。不过这个我觉得看人啦。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很没有习惯去看全彩显示器，他觉得很干扰。那像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显示器部分反而是看得更清楚所以这个就见仁见智那这次所搭配的是 QC 3.0 的 USB Type A 的充电孔，可以随时补充手机的电力。那原本其实我对于没有用上充电更便利的 Type C， 觉得有一点可惜那后来我就问工程师为什么不要把 Type C 放上去那他们表示因为 Type C 的接点跟接点之间的间隙非常的小，只要有水滴渗入就很容易发生短路。那之前曾经有车主在下雨天还用来充电造成充电器毁损所以他们才改回接点比较宽的 Type A， 可以避免掉这些困扰啦，对使用上来讲比较安全。不过即使是使用 Type A， 也要跟大家再次宣导一下啦，下雨的时候就千万不要用车上的 USB 来充电才会确保安全那操作部分也相对直觉，直接用按钮就可以切换标准模式、雨天模式，还有 Power 模式，也能切换充电的力度、回充的力度。那习惯之后，其实很容易、很直觉可以做切换。那这次的 MIG9内建 BMU可以用上升级版的 App 之外，也有充换合一的功能。
充电部分是使用台湾的公规，也就是支援 TES 充电的充电枪，都可以使用。像是部分的中油啊就有支援，那或是我们可以直接去加价购买充电器啊，就可以直接在家里充电，这整个是省钱又方便。接着来分享一下骑乘的体验哦。这是 MI9 的试乘是在高雄举行，虽然时间不长，但一骑上去，你就可以完全感觉到，无论是在操控啊、刹车、加速性的表现。整台车的设计就是以运动走向，在车阵穿梭时非常的灵活，无论是左压右压都可以很灵活的去做变换哦，很容易就可以变换方向啊。过弯时的稳定度其实非常的安定哦，所以安心感非常好，所以你就可以比较尽情的去做一些过弯的动作。另外在加速性上，Power 模式所提供的9k 瓦动力，第一次转动电门时，你真的会吓到哦。但习惯之后啊，根本就是红灯转绿灯时候的霸主啊，那个加速性真的是很厉害啊。那另外，无论是过弯或是穿梭时的补速度啊，反应也是很直接。动力这么好的车，刹车系统就相对重要。这是我试乘的是 TCS 版本，虽然没有机会让 TCS 做动，但在刹车的制动力跟稳定性上都很让人放心，用力刹车啊也很稳定。另外还有 ABS 版本，实际询问骑乘这款车的同业表示啊 ，ABS 介入的时机非常的恰当，不会让人有感觉到太晚做动，感觉到底要不要做动的感觉，或是明明不该做动就触发的感受哦。所以这个整个刹车是让人很安心的。那直线加速的部分，我们就来看一下试车场的哦。光阳的官方资料表示，时速0到50公里啊，加速只要2.9秒，加速非常的快。这次直接拉到光阳试车场进行200公尺的加速啊，以体重85公斤的骑士来说，100公尺只花了4秒，200公尺大概也花了7点多秒8秒左右哦。那速度非常的快。那跟光阳 RTS R165相比，谁比较快？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 RTS R165应该是比较快吧哦，那我们直接看一下测试，在2位体重相差只有 0.1 公斤的试车手测试2次，中间有交换车进行，在200公尺的技术下 ，MIG9 的从起步开始就领先 RTSR 一直到最后。不过有发现 RTSR 的尾数啊慢慢追上来了哦，拉近了距离。我想在更长距离的情况底下 ，RTSR 165一定会比较快。最后的重点当然是跟同为 9k 瓦动力输出的 Gogoro Pulse 进行比较。Gogoro Pulse 的起步会用非常有仪式感的弹射起步进行哦。在2趟比较下来之后 ，Pulse 的弹射起步真的非常厉害，非常的有力，前20公尺都保持领先。但在20公尺之后呢，MIG9 就反超了，且逐渐拉开了距离。最后到200公尺的时候 ，MIG9 领先大概10公尺左右的距离。整体的动力表现 ，MIG9 还是更强大一些。这很大一部分的原因，除了车身轻了7公斤以外呢，另外在动力的调教上 ，MIG9 也有更好的表现。整体来说，这次 MIG9 的推出，让光阳电动机车再次超越对手，成为最速电动机车之外呢，在外形设计上也让旗舰车款更有旗舰感。另外在灵活性跟操控性上，真的非常有人车一体的感觉。我想日后光阳应该有机会让消费者直接试乘吧。我想这些感受大家试乘之后就会完全感受到。以上就是光阳 MIG9 试乘体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些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 Play， 我们下期见喽，拜拜。